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，今天接着解说《宝梦放纵局》第2集的剧情。这集是小霞的主场了。小霞和小智、小高分别后回到家乡华南市，途中却意外得知宝梦检察官将来华南道馆考核的消息。这下可不好了，要是被抓到道馆馆主不在道馆，那道馆就要被关门了。于是便立马往家里赶。等到小霞回到道馆，却发现乔伊小姐和杰陌生男孩已经在里面了。据男孩所说，他们是小霞姐姐的亲卫队，负责在道馆没人的时候照顾宝梦。而不久之前，道馆里的鲤鱼王突然就进化成暴龙，在道馆的水池内一顿打闹，还把亲卫队的一员拖下水去了。本来可以直接用金鸡球将暴龙收回来的，但是乔伊小姐却表示，把宝梦收进金鸡球里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，应该先让暴龙冷静下来。而对于暴龙，小霞是非常害怕的，她内心一直有一道过不去的坎，那就是她小时候曾经意外的爬进暴龙的嘴巴里，险些丧命。但如果发狂暴龙被检察官看见，那华南道馆一定会判定为不合格的。小霞肩负着华南道馆考核这一重任，所以这一困难必须勇敢的应对。于是小霞穿上人鱼装，从高台跳入水中。她希望用水中芭蕾让暴龙想起曾一起玩耍过的快乐时光，但是似乎并没有什么用，暴龙反倒开始兴风作浪，小霞甚至直接被他给搞晕了。在幻境中，小霞梦到小智和小高，她希望傲人能够帮忙，不过他们已经离开了，现在一切都只能靠小霞自己一个人。小霞醒来后，乔伊小姐也建议将暴龙和其他宝梦暂时隔离开来，但是凶残暴龙根本不肯回到金鸡球里，小霞只能被迫用铁笼子将暴龙给关起来。但是暴龙哪里肯乖乖待着，一下一下的撞击着笼子。看着暴龙的自残行为，小霞非常愧疚，觉得自己不是个合格的道馆主。而此时附弱三人组见小霞如此狼狈，觉得现在趁虚而入，夺取华南道馆。他直接就用喇叭大喊，小霞不配做馆主，还自作主张的说道，谁领着小霞，谁就是下一任道馆的继承人。这吸引了一大群吃瓜群众来到道馆里面。这下小霞不得不比赛了，而万能的乔伊小姐自然是去当裁判了。第一回合，小霞派出海星星，而对方派出艾比囊。艾比囊到水里后表情很痛苦，与艾比囊溺水的小霞赶忙让海星星去救援，结果没想到知道对方在使诈。艾比囊在海星星接近自己后，直接一拳过去，海星星瞬间失去战斗能力，多卑鄙的行为啊！但反派表示赢了就是赢了，讲什么规则？有趣的是，乔伊小姐直接表示这是犯规行为，海星星获胜，真是大快人心啊！第二场，小霞拿出了太阳珊瑚，对方派出了毒刺水母，结果打着打着，三人组的另外2人又派出了2只毒刺水母，3只毒刺水母用数量优势再一次吊打了太阳珊瑚。我只想说，这3人不长记性吗？看见太阳珊瑚受伤，小霞赶紧跳入水中去救他，这个行为让暴龙非常震惊。乔伊小姐再次宣布比赛结果无效，这让3人组十分生气，他们直接让毒刺水母攻击笼子里的暴龙。看到这，大家应该就能猜到故事的发展了吧？这3人跟火箭队一样，就是送经验的。小霞为了保护暴龙，奋不顾身的接下毒针攻击。小霞可不是小智，被毒刺水母打了几下就晕了过去，而暴龙则被小霞行为感动，一下子就撞开了笼子，将小霞保护了起来。等到小霞醒来后，她已经变得非常温顺了，并直接一击就将捣乱3人组打飞了。小霞成功得到暴龙的信任，顺利的将暴龙收回了金鸡球当中。乔伊小姐此时也终于亮出了自己的真正身份，她就是官方检察官，并且当即宣布小霞的华南道馆合格了。这节最后，小霞拜托乔伊小姐，如果在风云地区遇到小智的话，要不让她传达自己在道馆里过得很好的讯息。乔伊小姐表示自己记下了，但是根据动画的剧情，这个乔伊小姐似乎并没有遇见小智。不过这都不是问题了，日月小霞都回归了，暴龙都掌握了美卡进化，确实过得不错呢。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。